刚才实测，大概现在时速40、41、42、43、46。哦，好了，太快了。大家好，我牙国小许。我们刚才讲了一台是叫做 RX 800 20寸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台 RV， 还有 RV 800 26寸的 RV 800。RV 800呢，差在哪边？这个是26寸的，26寸，来那边有个26跟20寸，你看一下配比。好，第一台是26的，后面是20的。轮胎差很多，轮胎差非常多，好，很大台。啊，我们先试给大家看一下坐姿，看一下这个坐姿。这个坐姿我是172，我坐上去之后呢，后脚有微微往上翘。往上抬，刚才 RV 的话，有脚是微弯的，好，平踩也可以微弯。这台呢，它的避震也是很好。它座椅没有我想象中这么高好像也还好，我172可以骑，基本上应该是165。它比 CT20S 还矮啊。我们等一下量看看。好，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配置。那一样这台是48伏20A 的电池。啊，一样搭配8方电机，基本上它的规格跟 RX 800的规格是一样，就差在轮胎尺寸。这一台也是做大叉的，那前面的话它都是可调，RX 800也是可以调，好可调，但是它这个是做平把，啊，那 RX 800是做牛角把，啊，搭配油刹，一样的7段变速，然后一样的开关键，啊，一样的开关键，那。这边的话就是它搭配但是它没有搭那个风镜，啊，前避震我试给你们看一下。避震行程也很大，都很好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做一字形的那个把手，所以它把会比较宽一点点。这我比较想越野off road 的，这还骑起来蛮有战斗力的。然后开机，那液晶的部分呢，跟 RX 800或 X3000是一样的。好，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大灯，好，关灯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爱的就是总公里数、单次公里数，然后最高时速、平均时速 ，OK。好，关机之后，单次公里数就直接归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车身。那为了要拍这影片我们2台就是 RX 800跟 RV 都是金色颜色的，好，一样是青苹果绿配黄色，这就比较像柠檬黄吧。它这个接点的部分的话，它这就有做修饰过，但是不是全部啦。如果全部修饰的话，就对，一般来讲的话会是这样，连这边都会去做修饰，但是这边比较明显的部分它都有去做修饰，焊接点的部分都有去做修饰过，再去做烤漆。好，那这都是做亮面色处理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前轮的部分呢。前轮部分呢，它是搭配的，这应该是180的吧？啊。对，180的油刹润的油刹。中间的部分呢，它除了这边是电池仓之外，控制器，那避震的话是坐在这只。我刚才有讲过避震如果是坐在正下方，它的避震效果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它这个也有开关它也是它有可以打气，可关可开。好，关掉就变硬，打开就变软 ，DNM 的，然后它是双系统的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好，所以气压你可以两边都打，这边可以调回弹的那个 Q 度，好，那就是回弹的冲程，你要慢一点还是要快一点？试一下，好，这个是我调到底这个是我刚才是调，先试一下，好，这个是比较偏软的，它这个是回程是比较快的，比较快的，这个是回程比较慢的，回不来。它冲程比较慢对，看这个应该不会调到这么底应该不会调到这么底。回来了，不能调到底，就是让你回程自己习惯。对，这个回程会比较慢，你可能实际做你们会比较容易发现所以就回程比较快。
啊，实际做你们就会发现不太一样，啊，就回弹的软硬度快慢，回弹慢快慢。那这个就是依照你的体重去打你的那个气压。好，体重比较重呢，我们就打多一点；体重轻呢，我们就打少一点点。好，坐管的部分，啊，这支也是短的。好，因为底下是控制器，所以它是做短的。你看我挑到最矮，挑最矮，我还要踮脚，还是要踮脚。啊，我是觉得还好啦，还可以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样子的骑乘姿势，你要有稍微踮脚。为什么？你踮脚的话，你脚打的，你踩在踏板上的话，你会越直。对，脚比较容易打，脚比较容易打直，你会骑起来比较轻松。如果你骑起来脚都永远都是弯的，你会骑起来会比较累。好，所以你只要脚尖可以踮到地板，其实骑乘起来都还算 OK 的。好，我们量一下它的那个高度哈，86，什么车是86？86感觉跟 CT20S 差不多耶。对呀，可是坐上去的感觉没有像 CT20 那么高 ，CT 看起来会再更高一些些。还有，我觉得坐垫啊，它这边有收了，你的脚比较不会开呀。好，那这个是电池仓的部分，电池的钥匙，充电孔的话是在这边，好，充电孔是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前面的话，它也配一个挡泥板，后面的话它也配一个挡泥板。那它有后货架，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装，好，没有装上去。好，然后这个后面的牙盘呢，也是180的，180，然后日本的刹车系统。也是8方电机，那跟 RX 800一样啊，都是配8方，同一颗都配8方的电机。好，那变速的部分它是做7段变速，也是跟 RX 800一样是 Shimano 的，这个是应该是配48尺的，对，啊，那这个是52的，52会比较大一点点，好，所以这个可以改吧？可以啦，啊，这可以改牙盘的话，改牙盘好在哪边？它会比较省电。例如说我们骑到2档。2档的话48尺，它可能就会空转嘛。如果你是2档的话，你改52尺，2档你还是踩得到档位，会比较省电。好，这是差别差在这边，你有比较好踩一点。时速的部分，因为它的轮径啊是26寸，所以它虽然是跟 RX 的同一颗马达，可是它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，因为它的轮径比较大，圈数是一样。看有没有55？哇塞！但是它轮径比较大嘛，一样的圈数，可是20寸它可能行走的距离比较远，啊。比如说小颗的转3圈，大颗转1圈，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电池的部分。啊，我们拆电池。啊，这是电池拆法呢，它是这边转一下，它就撬开来。它从下面开耶。它是从下面，因为这边有做一个提把，因为这车重啊，有做一个提把来去给客人去提车。然后这边开了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卡榫扣，有没有？这个翻了它就直接下来。好，我以为加细了。好，这个呢，这边也可以看电池电量。好，现在3格电。好。那电池拿下来也是可以直接充，这边有充电孔。我们看一下它规格部分，啊，这也是配3星的Samsung的，啊，然后20安时，再来20安时的，960瓦。好，我们装上去。装上去的话，底座先装，先放进去，好就好了。哦，这个比较简单一点，咔一样。这边推一下就开，好，不然会直接掉出来。你如果转没有那个这个卡榫，它直接就掉地上了。对，所以它会多一个卡榫扣，再去翻再下来 ，OK， 就确保你的手有在那个位置，它才会去做到下电池的动作。这台也可以装方向灯吗？好，这台也可以装方向灯，没错。好，只要兰克系列要装，基本上都可以装。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影片来去介绍方向灯的部分。我们刚才 RX 800有大概讲解那个方向灯的部分。什么叫做霸气？刚才20寸上那个坡坎都可以的，26英一定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现在测它的速度。车
它会比 R 叉再重一些。我刚才实测大概现在时速40、41、42、43，然后它没有像我们那个表空转可以到46。哦，好了，太快了。速度很快。其实实际上骑的话，在时速在46在50左右啦，只是它会慢慢再上去。它是时速到46，没有到50几啊。你看跟 R 叉哪一个跑得比较快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，起步来讲的是 RX 会比较快，因为它比较轻，然后轮径比较小，它会扭矩会表现得比较突出。那这种26寸的话，就是起步不是看起来特别明显，可是尾速拉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明显的赢过 RX。哦，对，都有轮径的关系啦。然后我们骑乘姿势呢，虽然它是平摆的，可是你会觉得它的距离不会说很远，它也是坐姿是平的，坐姿也是平的。对，如果觉得把手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再加高，再加高一点点。这台其实坐起来的那个感觉还不错还不错，而且它的轮子很大，就很霸气，很霸气啊！我骑出去刚才那边说，哇，好大的轮子，骑棍。对，然后这个上坡应该不用试嘛，20寸上得去，26寸就不用特别去试了。基本上就对，基本上这个过路性一定会比 RX 更好，只是我们一般用不到那种路段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大概稍微试骑一段。好，这台就是比较取向于就是越野风格多一点点。那 RV 的话，它就是做26寸，当然看起来会更霸气。对，看起来更霸气。它电池是一样大的。电机是一样的，刹车也是都是用油刹的。对，时速骑起来其实都差不多，只是 RX 它骑起来的扭矩，它的扭力，因为轮胎比较小，所以它起步的扭力会比较大。那但是尾速的部分的话，其他车应该没办法跟大轮子比。尾速的话，它相对就会比较快，再快一些些。那好不好骑？很好骑啊！做这种避震又在正下方。对啊，你要避震足坐上去就看起来很舒服。就舒服，就是一个是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就是看你们有没有需求要到这么大台车。如果不要的话，RX 800也是选择 ，RV 也是另外一个选择。那缺点呢，就是它不能收折，不能收折。然后它是26配4寸胎，所以一般我们的那个后货架的车架加长的那个可以绑，加长的那个卡里有没有？那但是如果5寸胎的话，基本上比较难一点点。这4寸胎还是可以绑得住的。好，那大致上这台车，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有没有像 R 叉800做26寸的车啊？有啊，像这个NG 600。这是 NG 600，这台我们一直没介绍哈。但它是没有避震，但是它的输出动力跟这台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它没有配8方变频，但它比较便宜。这是配几 A 的电池？也是20，也是20A 的三星电信的电池。好，如果要这台，我们好像只剩这台吧？对，只剩这台。我们之前有近10台了，卖完了，剩这台。一直我们没曝光啊，这台一直没曝光，可是就卖完了。现在目前只有在展示在台中店。要的话可以来这边看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有避震。那个是雾面的，这个是亮面的。这个雾面，这是雾面的，这是亮面的。两台差在哪边？就是没有后避震，这个有后避震。对，就差在这边。前叉是小叉，这前叉是大叉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是配牛角把，26寸配牛角把。这个姿势我大概可以看一下。这个，是因为没避震，这个好像坐起来好像。这个好像坐起来比较高一点点，就是座椅比较厚。对，这座椅比较厚，但是骑乘姿势它会有点往前趴，可是这个可以调的，这牛角把可以再调回来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这个，但基本上它的配置上跟 RV 是一样的，然后26寸，这台比较便宜啦，这台便宜蛮多的。这台便宜蛮多。这台的话，它的单价会比较高一些些，比较高一些些。那就看每个人需求，看你们需要这种避震，要舒服。其实这个没有避震也不会不舒服，因为轮胎这么厚，你如果只是骑在一般道路上的话，没有避震也无所谓。好，因为轮胎那么 Q
好，那么宽啊，它又很 Q 弹，它只是有避震会骑起来会更舒服一点，好，反应更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概讲解到这边，那有需要的可以直接跟我们订购。那它有2个颜色可以选，好，就是黑橘啊，跟这个青苹果绿加柠檬黄这个配色。好，那这台呢，我们可能就不放4层，因为这个车你自己看，我们每一家店的车种太多，你再摆下去，我是真的没地方放，看没有地方放，所以你们可以直接订，然后坐高我量给你们看。我们可以找大致上一样的车高，然后让你去体验看看，好，就是调到86公分，你觉得 OK， 我们就可以买单，好，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女生就不用考虑了，除非你很高，要不然这基本上都是男生的车，就是帅，就是霸气。身高大概就要170以上，也不用，应该165以上，165以上，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好，165以上就OK 了。好，那大致上，因为它有避震嘛，你如果说身高不够，我们把避震打软一点点，然后一上去，你看我上去它会降，我上去它会降一点点，你就打软一点点，让你看我这样子是完全没有，就是没坐下去的高度，我坐下去之后它会变这样子，脚微平的。哦，有没有？对，坐下去就微平了。对，好，所以它座椅实际坐起来，因为它是有修啦，有修啊，对，不会像 CT20那个比较宽的话，你脚要比较开，你的角度就不一样。对，啊，这个比较窄，你脚可以距离会比较内径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喜欢的可以跟我们联络，喜欢赶快来订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